網上有很多東西幾乎都是人手一個，每個人都在說一定要買，一定要買。沒用過的話，你此生一定會後悔。這些東西啊，都被講得天花亂墜，好像你不買它，明天的生活就過不下去了。所以今天這期視頻，我就想來聊一聊最近很流行、很多人討論的物品，可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心動過。或許有那麼一點點，差點把我說服住了，但是不行，我的錢包不允許。如果你最近想買東西，停，先別着急。把這期視頻看完了再去買好不好？說不定看完之後你會來感謝我，讓你沒把卡刷出去。你也許躲過了 Stanley 水杯，但是真的很難躲過 Owala， 因為它的配色真的太好看了，上面的圖案設計真的很吸引人，要多看2眼。那老實說，我自己有幾次在店裡看到的時候，有那麼0.000000003秒心動過，開玩笑啦，那就當我心動過5秒鐘吧。所以就連小成我本人如此理性也會心動，說到底我也是人類啊。但後來我就提醒自己，家裡其實已經有水杯了，而且還不止一個呢，況且我還要去不同地方旅遊，身上只能帶着一個水杯，所以多餘的都是放在家裡地下室。你家裡已有的水杯和這些網紅水杯最大的區別就是顏色和設計，功能上啊都是用來喝水的。我之所以會心動，是因為它那個按壓式的瓶口，我覺得那個設計會比較衛生。讓我們回歸理性，就算我真買了它，我會因為瓶口的設計多喝水嗎？不會。我會因為圖案設計可愛會讓我變得多喝水嗎？不會。就像我當時買了現在用的這個水杯，理由也可能是因為它顏色好看。我現在用的這個粉色水杯和其他已有的幾個顏值都不差。那既然我已經為好看的理由買過不止一個水杯，現在再看到一個新的水杯，又因為好看再去消費，那真的是直接一腳踩進坑裡啊！所以聽我的，不要多買水杯了，好嗎？第二個是電子書的翻頁器，我自己呢是有 Kindle 的，而且我用它已經有8年多的時間了。我最近在看《彈性生長》的這本書，在這裡插一句題外話，如果你有什麼好書想推薦給我，中英文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哈。那按照我自己的使用習慣呢，就是跟拿着手機一樣，一直手持握着看，用了那麼多年也沒覺得它在我生活裡帶來有多大的不方便。但我能理解這個翻頁器發明出來就是為了閱讀體驗更舒服。你整個人可以靠在椅子上，或者是躺在床上，只要手指按一下就可以翻頁了。請我們仔細想一下，這個翻頁器就不是一個單獨能存在的東西。如果買了翻頁器，那大概率你也會需要一個支架，因為 Kindle 如果不架起來，體驗感就少一半。雖然你能將閱讀器靠在牆上，或者是靠在某個物體上，可哪能每次都有剛剛好的角度呢？比如你坐地鐵、在咖啡店，甚至是蹲廁所，或者是在飛機上，真的都是隨手拿起來握着看書，你總不能每次到哪兒看書都要加個支架，讓自己舒舒服服的躺在那邊看吧。所以我每次看到這種產品發明出來，就會覺得它不是完全沒用，但它很容易讓一件本來就很簡單的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第三個我想說的是 CCD 相機。現在很多年輕美眉們真的很追求復古膠片的感覺，就是以前我們認為像素很差很老舊的相機，現在拿出來身價暴漲啊！而且很多人出門旅行帶的設備越來越多，以前一部手機就夠了，現在不行啊，手機都变成基礎配置，還要帶全景相機、拇指相機、飛行器和大疆的手持相機，還有的人甚至會帶不同的蘋果手機，因為以前 iPhone 拍出來的感覺都不一樣。其實很多人根本就沒有用相機的習慣，結果看到大家都在說 CCD 有膠片感，才開始想要去買一個。我身邊呢就有這樣的朋友，費心思到處去淘到了想要的機型，結果用到的次數少之又少。CCD 這個東西的水很深，只要某個型號被帶火，你就基本買不到正常的價格。那我自己呢其實沒有買 CCD， 相反我一直都很喜歡拍立得，現在用的是富士的 Mini 90，到現在為止我大概已經拍了有400多張拍立得，而且拍立得相片一點都不便宜哦，所以你要是真的不用這個東西啊，真的就只能放在家裡吃灰。當你真的去算一下相機的使用頻率，也許1年裡只拍了不下10次的照片，這種情況下你根本不可能把這個東西用回本啊。
第4個我真的很想吐槽，就是這種洞洞托特包，這不就是把 Crocs 的鞋子做成了一個包嗎？結果我查了一下價格，哎呀媽呀，差點沒把我的心臟病嚇出來，這都要50到90美金一個，天哪，你看了還會買嗎？這個托特包主要是給夏天去沙灘用的，它是防水材質，也是能輕易的將沙子給倒出來。可為什麼一個沙灘包要賣到50美金以上啊？很多人一年可能也就去幾次海邊，這個價格已經買到很多很好的普通沙灘包。最有意思的一點是，這不是一個你買完就能安心使用的東西，因為你還要買裝飾的小扣子、內膽收納包或者是收納分隔板。也就是說，這個東西變成了很典型的雙重消費。你先花一筆錢買一個包，然後再花一筆錢去買各種裝飾，最後這消費真的是沒有個盡頭。現在來講一下這些非常不必要的化妝產品，比如雀斑筆、點痣筆，還有臥蠶筆。美妝行業開始研究怎麼把人臉上的一些小瑕疵重新包裝成產品賣給你。就拿雀斑筆來說，以前有的人臉上有雀斑都會想辦法遮掉，用各種產品能遮就遮。結果現在的人臉上本來乾乾淨淨，反而要專門買一支筆在臉上點10幾個小黑點。我自己鼻梁上其實有一顆痣，說實話我一直都想把它給點掉。現在呢，也成了很多人在化妝步驟結束前特地去點幾顆痣，點出來的痣又黑又大又不自然。另外我自己眼下呢有很明顯的臥蠶，我看呢还有人通過醫美特地打出個臥蠶來，或者呢就是買一支臥蠶筆每天畫。當然我知道每個人都有化妝的自由，你喜歡怎麼畫都可以，只是我很疑惑不解，為什麼美妝行業會把一些人的小缺點重新包裝，再賣給另外一部分沒有瑕疵的人。有人一定會說，這是在鼓勵大家能接受更真實的自己。那如果真的是在鼓勵大家，為什麼這個真實的自己還需要通過買一支筆畫出來呢？一邊告訴你去做真實的自己，另一邊又在說你臉上的瑕疵啊太多了，需要我們家的瑕疵產品去修飾，需要去做這個醫美項目去消掉。到最後這整套邏輯就是為了你去多花錢啊。這2年你們有沒有發現唇部產品真的是越來越多，每個品牌都在做唇釉、唇泥、唇膜，每一種质地都要出一遍，每一個顏色都要來一遍，感覺整個美妝行業在唇部產品這件事情上已經捲到不行。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開始出現很多創新的產品，比如這個絲拉唇釉，塗上去一看像是中毒的顏色，然後等它乾掉再把那一層撕下來，最後在嘴唇上留下的顏色就是讓你吃飯喝水都不會掉。看到這裡你們是不是要問，到底要等多久才能撕下來呢？我和你們有着一樣的好奇心，就去官網上看了一下，上面的建議是要等20分鐘，必須等它完全乾掉之後才能撕下來。這20分鐘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奢侈的時間，也許是早上出門連5分鐘都很趕，基本上都是抓起一支口紅塗一下就走。你讓我坐在那邊等20分鐘，不好意思，我的時間很寶貴。最後用一句話總結，這種產品真的是用來拍拍視頻的。接下來要講的是最近很火的泡泡面膜妝前，在這先提前說明一下，我並不是什麼美妝大師，平時的化妝步驟真的很粗糙，也不用任何的妝前，直接面霜塗上去後就開始化妝了，所以呢，我也不太会去研究特別複雜的美妝技巧。可惜這個泡泡妝前真的太火了，打開一條視頻，10個人裡8個人都在用它，營銷話術都是你肯定沒有15到30分鐘敷面膜，只要在妝前用一下這個泡泡面膜，30秒就能讓你皮膚變得保濕透亮，底妝更服帖哦。我這裡想說一句很客觀的話，像這種泡泡面膜的概念呢，本身是很聰明的，它確實是在解決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早上時間比較緊，又希望在上妝之前讓皮膚狀態稍微好一點，所以我們也不可能完全否認這種產品可能對一些人來說真的很有用，而且我自己也沒有真的用在臉上，所以我也不敢說它一定沒有效果。但我更想讓大家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待这種突然爆火，很多人開始瘋狂推薦和做營銷的新品。在很多美妝內容裡，今天有人會告訴你拋棄傳統面膜和濕敷棉片，用30秒的泡泡面膜來代替。那麼再過一段時間，又會有人告訴你某個牌子的面膜特別滋潤，又或者是出現了另外一個更好的妝前神器，說它比泡泡面膜更省事，更適合早8人。這些推薦都不是在告訴你什麼才是唯一正確的護膚方式，而是一直不斷的在給你提供新的選擇、新的產品、新的解決方案。
原本是講完上面之後就結束了，最後臨時加了一點，讓我們來講一講 Alo 的衣服吧。你只要在網上一搜 Alo 必買單品，一定會有那麼幾件衣服反覆出現。很多人呢會推薦說這是他們家的必買款，閉眼買都不會出錯。結果呢，我就秉着好奇心去試了試，真的是誰買誰是傻子。先不說他們店裡擺出來的衣服有些就是氣球，這讓人看了真的會心動想買單嗎？反正我不會。於是乎呢，我也試了幾件在网上風吹得很大的衣服，特別是這2件。第一件呢是運動 bra， 首先我不喜歡它的支撐力太弱，而且會漏點。其次側邊這一塊就顯得很奇怪，有種翹起來的感覺。第二件呢是這件 tank top 背心短袖，穿上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不對勁兒了。首先它的底部會翹邊，根本就無法貼合皮膚。其次這個材質真的是太薄太透了，很容易起褶皺，不管你是穿胸貼還是穿普通胸罩，真的不好看。所以当时我在試衣间試的时候，让我有點疑惑。我的身材也不是說特別差，我平時也有健身，也有肌肉線條，我穿其他牌子的運動上衣就沒問題，怎麼就 Alo 家有問題呢？網上很多人都說他們家的必買款，每個人都穿得很好看，都吹得很大。當你真的自己去試的時候，才能看到一堆缺點。在這裡奉勸大家，還是少看點網絡上的種草貼文吧，看多了只會讓你多花冤枉錢。如果你想反駁我，那麼請你自己親自上身試試看就知道了。好了，這個就是以上今天所提到的產品。如果你認為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或者是你覺得小陳的視頻能替你省下一筆錢，那麼不要忘記關注和點讚，是對我頻道最大的支持，也是對小陳本人最大的鼓勵和動力。那我們下周視頻再見吧，拜拜。